陆医生拿出彩色的营养金字塔，这就是健康饮食的秘密。谷物给你能量，蔬菜水果给维生素。从那天起，皮特开始尝试各种食物。小浣熊皮特不挑食。小浣熊皮特住在清澈的小溪边，他最喜欢爬树和吃冰激凌。皮特开心地舔着冰激凌，冰激凌最棒了。妈妈准备牛奶和蔬菜时，皮特总是摇头。皮特固执地说：“我不要，我只要冰激凌。”慢慢的，皮特发现自己越来越没力气了。以前能轻松爬树，现在爬到一半就呼呼呼地喘气。和小伙伴玩捉迷藏时，跑几步就累得扑通坐下。皮特的毛发失去光泽，变得毛糙糙的。他盯着自己的小爪子，发现它们在颤颤发抖。有一天，皮特和朋友们刚爬到树上，就哎呀一声掉了下来。小伙伴们吓坏了，叫来浣熊妈妈。浣熊妈妈带皮特去看陆医生。陆医生仔细检查后摇摇头：“皮特，你不能再挑食了。”皮特乖乖点点头：“好吧，陆医生。”陆医生拿出彩色的营养金字塔，指着金字塔：“这就是健康饮食的秘密。谷物给你能量，蔬菜水果给维生素，牛奶给你蛋白质，冰激凌只能吃一点点。”皮特认真地看着，原来身体需要这么多营养。从那天起，皮特开始尝试各种食物。他发现胡萝卜嘎嘣嘎嘣很香甜，牛奶香香的很有营养。几个月后，皮特又变成活泼的小浣熊，他的毛发亮晶晶发光，爬树时嗖嗖嗖。现在皮特成了营养小专家，还叫其他小动物不要挑食。皮特开心地说：“每种食物都有魔法均衡搭配，让身体强壮。”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均衡饮食对健康成长很重要。每种食物都有不同的营养，不能只挑自己喜欢的吃。采蘑菇小专家。在一片绿色的森林边，住着一只喜欢采蘑菇的小兔子豆豆。当阳光洒在森林里，豆豆拿起小篮子，蹦蹦跳跳地向森林走去。兔爸爸在远处朝豆豆喊着：“森林里有好蘑菇，也有毒蘑菇，要小心哦。”豆豆来到森林中，眼前出现了五颜六色的蘑菇。红色的蘑菇像小伞，黄色的蘑菇闪闪发光，蓝色的蘑菇更是美丽的像宝石一样。豆豆兴奋地跳起来，眼睛里闪着星星。他伸出小手，一个接一个地采摘着。漂亮的蘑菇很快就装满了整个篮子。豆豆抱着篮子，开心地蹦回家去。兔妈妈看到篮子里的蘑菇，脸色变白了。妈妈急忙跑过来，把篮子里的蘑菇都扔掉。这些可是毒蘑菇，你一定要小心呀！妈妈紧紧抱住豆豆，豆豆这才意识到自己的错误，低下了头，他的眼泪像珍珠一样滚了下来。妈妈牵着豆豆的手，重新走回了森林。他们来到了大树下，妈妈指着那些颜色暗淡的蘑菇，白色的小蘑菇长在树根旁，还有些灰褐色的蘑菇。兔妈妈温柔地说：“这些看起来普通的蘑菇才是安全的食物。”妈妈又指向远处色彩斑斓的蘑菇，那些颜色鲜艳的大部分都是毒蘑菇，很危险。豆豆使劲儿点着头，把妈妈的话记在心里。这天之后，豆豆谨慎起来，篮子里只有那些颜色朴素的蘑菇。突然，一只小松鼠从树上跳了下来，看着鲜艳的蘑菇，眼睛发亮。小松鼠伸出爪子要去摘最红的蘑菇。小松鼠，不要摘！豆豆勇敢地跳过去。豆豆挡在小松鼠面前，认真地劝阻着：“
越鲜艳的蘑菇越危险。爸爸妈妈在一旁欣慰地微笑点头。豆豆决定把自己采的蘑菇分给森林里的朋友们。朋友们大家都夸豆豆是最棒的采蘑菇专家呢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生活中有很多事情不能只看表面的美丽，而忽略了其中的危险。只有学会辨别，才能更好地保护自己。我们也要像小兔子一样，学会保护自己，珍惜生命，才能过上快乐健康的生活。小芽发现了水的魔法。小芽是个对其一切充满好奇的女孩，她有一个漂亮的粉色水杯。今天妈妈在厨房里忙着做饭，传出滋滋的炒菜声。小芽觉得口渴了，踮起脚尖想够桌上的粉色水杯。扑通一声，她不小心碰倒了桌上的茶杯，热茶哗啦地洒了出来，冒着丝丝白烟。小芽好奇地想要伸手去摸那些神奇的热茶。小芽，别碰，那个很烫。妈妈在厨房里大喊。小芽站在那里，满脑子都是疑问。妈妈赶紧跑过来，看到小芽好奇的样子。你是不是很奇怪，为什么茶杯会冒白烟呀？妈妈拿来一面小镜子，放在热茶上方。神奇的事情发生了，镜子上出现了小水珠。小芽看着镜子上亮晶晶的水珠，像冬天说话时嘴里冒出的白气。这时爸爸下班回来了，传来咚咚咚的敲门声。爸爸，我发现热水有魔法。小芽兴奋地说。他拉着爸爸来到茶杯前分享发现。爸爸拿出手机的手电筒，对着热茶上方照射。小芽看到光束中有无数小东西飘飘悠悠往上飞。爸爸告诉他这是水蒸气，很热很热，比洗澡的热水还要烫。小芽想象着洗澡时被热水烫到的感觉。他想要再靠近一些，慢慢把脸凑近茶杯，想感受水蒸气。突然一股热气忽地扑面而来，好热好热！小芽赶紧后退了几步。他终于明白那些白气其实非常烫人。妈妈拿来小芽的专用粉色水杯，里面是温温的水。小芽小心地端起水杯，发现温暖而不烫手。她咕咚咕咚地喝了几口，甜甜地笑了。这个刚刚好。晚上睡觉前，小芽躺在床上，回想今天的发现。我以后要小心冒白烟的东西，因为那也许就是热水的魔法力量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好奇心很重要，但安全更重要。每当我们想要探索新事物时，要先想一想，这样做安全吗？这样我们都会成为既有好奇心又懂得保护自己的聪明孩子。森林的一日班长。森林幼儿园里，熊猫乐乐正和朋友们一起玩积木。老师走过来说：乐乐，明天轮到你当一日班长了，要帮助老师照顾全班同学哦。乐乐积木掉了一地，他紧张地说：我从来没有当过班长，万一同学们都不听我的话怎么办？第二天早上，乐乐早早来到学校，心里七上八下的。同学们陆续来了，教室里越来越热闹。乐乐站在讲台前，看着大家聊天玩耍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他想，
班长应该做什么呢？是不是要管大家不许说话？可是我不想当那种凶巴巴的班长。上课时，小猴淘淘忘记带文具盒，着急得快哭了。小兔白白找不到昨天的作业本，坐立难安。小松鼠跳跳肚子疼，难受地趴在桌子上。乐乐看着这么多同学需要帮助，却不知道从哪里开始，心想：老师怎么还不来？我一个人怎么照顾得了这么多同学？乐乐深吸一口气，想起妈妈说过，遇到困难的时候，一件一件来解决。他走到淘淘身边，把自己的备用铅笔借给他，然后帮白白一起找作业本，在书包夹层里找到了他的作业。乐乐轻轻拍着跳跳的背，陪他去找校医阿姨。忙完这些，乐乐发现其他同学也开始互相帮助了，教室里变得井然有序。老师回来时，看到大家都在安静地学习，夸奖说：“乐乐真是个好班长。”同学们也围过来说：“谢谢乐乐帮助我们。”乐乐脸红红的，开心地说：“其实我也很紧张，但是看到大家有困难就想去帮忙。”放学路上，他想，原来当班长就是在朋友需要的时候伸出手，这样真的很开心呢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当我们用心去关心和帮助别人时，自然就能赢得大家的认可和信任。善良的小花猫。雨后的花园花瓣上挂着水珠，小花猫妙妙叼着逗猫棒追着黄蝴蝶跑，蝴蝶停在玫瑰花上，妙妙弓起身子悄悄靠近，突然啾啾的叫声传来，妙妙停下脚步，耳朵竖了起来。妙妙抬头看到鸟窝里几只小鸟缩成一团，雨水顺着窝边滴下来，打湿小鸟的绒毛。妙妙跑到屋檐下，仰头盯着鸟窝，它伸出小爪子想挡住滴水，可爪子太小，根本不够。妙妙低头看看放在脚下的逗猫棒，它用爪子小心扯下逗猫棒上的红羽毛。它把红羽毛铺在鸟窝顶上，又找来一些蓝色的，一根用一根，羽毛在鸟窝上搭成了一把小小的伞。风轻轻吹过，鸟窝上的羽毛眼看要被吹跑，妙妙急得赶紧跳上台阶，用爪子按住羽毛。它蹲在鸟窝边，像个小卫士，守着羽毛伞。太阳慢慢出来了，照在妙妙身上暖洋洋的。一只大鸟飞过来，落在鸟窝边，是鸟妈妈带着虫子回来了。鸟妈妈看到羽毛伞，又看看妙妙，高兴地叉叉叫。它从翅膀下叼出一根亮晶晶的羽毛，放在妙妙面前。妙妙拿起亮羽毛，蹭了蹭鸟妈妈的翅膀，尾巴翘得高高的。妙妙叼着逗猫棒和羽毛，蹦蹦跳跳地回家了。妈妈正坐在门口乘凉。妙妙过来对着妈妈讲了羽毛的由来。妈妈亲了亲妙妙的额头，笑着说：“妙妙真棒。”妙妙蹭了蹭妈妈的脸，窝在她怀里。月光照进院子，妙妙在草地上转圈。她想起小鸟们的样子，心里甜甜的。妙妙把逗猫棒放在身边，亮羽毛闪着光。她闭上眼睛，嘴角好像还带着笑。当我们看到有需要帮助的小伙伴时，要主动伸出援手，去帮助他们。小朋友们，通过自己的努力帮助到需要的人时，心里是不是暖暖的呢？朵朵的奇妙渔网。清晨的小溪森林边，一群小鱼在水里游来游去。小狐狸朵朵蹲在溪边，圆溜溜的眼睛盯着水里的鱼。朵朵伸出尖尖的爪子，刚碰到水面，小鱼嗖的一下全躲开了。朵朵收回爪子，有点不开心。
他坐在草地上望着水面发呆。要是能安安静静抓住鱼就好啦，朵朵小声嘀咕着。一阵风吹过旁边树枝上的蜘蛛网，晃了晃，一只小虫被网轻轻裹住。朵朵的眼睛突然亮了，尾巴也不晃了。它跑向树林，捡起几根柔韧的柳条抱在怀里。朵朵坐在地上，学着蜘蛛的样子把柳条编在一起，一个歪歪扭扭的小网编好了。朵朵高兴地举起来看，她捧着网走到溪边，小心翼翼地放进水里。小网刚碰到水就散架了。朵朵耷拉着耳朵趴在草地上，远处狐狸妈妈正用大尾巴扫着落叶，尾巴一勾卷住了好多叶子。朵朵看着妈妈的尾巴，忽然抬起头，眼睛又亮了。她跑到自己掉毛的地方，捡起一小撮软毛。朵朵把软毛混在柳条里，低下头认真地编着。一个又软又有弹性的小网编好了。她轻轻地把网放进水里，一条小鱼摇着尾巴游过来，没注意到网，扑通一下钻进了网里。朵朵提起网，看着里面的小鱼，高兴地跳了起来。她蹦蹦跳跳地跑到妈妈身边，狐狸妈妈转过头看着朵朵和她手里的网，温柔地笑了。妈妈亲了亲她的额头，轻声说：“朵朵真聪明。”夕阳把母女俩的影子拉得长长的，他们的身后小溪还在哗哗地流着，月光慢慢升起，森林也在等待着明天的新故事。遇到困难时，多观察，多思考，就能想出解决办法。小朋友们平时遇到小麻烦时，会观察身边的东西来想办法吗？